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医院的太平间总是充满诡异的气息，特别是午夜时分，脚步声、低语声、冰冷的风，没人知道究竟是谁的声音。实习医生李晨在医院值夜班时，发现某位死者的病历编号异常。然而当他进入地下太平间寻找答案时，却发现冰柜里躺着的竟然是自己。他的死亡证明上赫然写着死亡时间今天凌晨3点。越来越多的线索浮现，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早已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而镜子里的影子似乎比他更清楚一切。午夜3点，医院的太平间真的只有活人吗？还是有人已经被误判，却迟迟不愿离开你？真的活着吗？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医院的走廊安静的诡异，只有日光灯发出微弱的滋滋电流声，时亮时灭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，掺杂着一丝腐朽的气息，像是某种东西在墙壁深处发霉腐烂，却没人能察觉。年轻的实习医生李晨揉了揉眼睛，手里的病历资料被他捏得有些皱巴巴的，值夜班的疲惫让他的意识有些模糊。他一边翻阅手中的病历，一边沿着走廊朝着地下室的方向走去。那里是医院的太平间，一扇半掩的铁门立在走廊尽头，黑暗像潮水一样从门缝里溢出来，吞噬着门外唯一的一点光线。李晨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存放遗体的地方，没什么可怕的，却仍忍不住加快了步伐。啪嗒啪嗒啪嗒，忽然一阵清晰的皮鞋声在走廊里响起，有人在走动。李晨的脚步顿住，心跳猛地漏了一拍。他侧耳倾听，声音不远不近，像是有人正慢慢朝他走来。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规律而沉稳，在这死寂的夜里显得异常清晰。他下意识回头，身后空无一人，走廊里只有一盏孤零零的灯泡挂在天花板上，微微晃动，投下扭曲的影子。李晨咽了口唾沫，额头渗出了一层冷汗，可能是自己太累了，听错了吧。他刚要继续前进，那脚步声再次响起，啪嗒啪嗒啪嗒，这次声音更近了。李晨呼吸一滞，手指微微收紧，他缓缓低头，突然发现地板上赫然多出了一串湿漉漉的脚印，深色的水渍从他身后的方向延伸过来，一直蔓延到他的脚边。而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，那串脚印赫然是赤脚印记，像是某个光着脚的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他的身后。空气变得冰冷，李晨的背脊一阵发麻，他屏住呼吸，强迫自己不去想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医生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沙哑的低语，像是有人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呼出一口寒气。你能看见我吗？李晨的瞳孔骤然收缩，猛地回头，李医生一只冰凉的手轻拍在李晨的肩膀上，他猛地惊醒，手中的病历资料散落一地，他的心脏还在狂跳，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诡异的脚步声，还有那个低哑的声音。你能看见我吗？你还好吗？护士小林蹲下来帮他捡起散落的病历，关切地看着他。你脸色很差，刚刚做噩梦了吗？李晨喘了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理智回到现实。他看了看四周，白天的医院里人来人往，病房里是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，走廊的窗户透进明亮的阳光，一切都那么正常，好像昨夜的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觉。他苦笑着摇头，没事，昨晚值班太累了。小林半信半疑地看着他，把病历递回去。那你手上这份病历是哪来的？李晨低头发现自己手上拿着的病历档案，封面上写着一个陌生的名字，张志明，病历编号04562024，性别男，年龄43岁，入院时间2004年4月5日，死亡时间2004年4月6日。李晨的手指微微一颤，这病历的入院时间是整整20年前。他心头猛地升起一股寒意，翻开病历，却看到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上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，眼神空洞的直勾勾望着镜头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笑，又像是在狞笑。
这张脸，昨晚他在走廊尽头看见过。他猛然合上病历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心中掀起滔天巨浪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他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把病历翻到最后一页，想看看具体的死亡原因。然而，当他的目光落在死亡记录上时，瞳孔微微收缩。死亡原因：太平间误判，冰柜中死亡。李晨的指尖发凉，太平间误判，这4个字像针一样扎进他的神经。他赶忙起身，走向护士站。小林，这份病历。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小林皱起眉头，看了一眼病历，脸色瞬间变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人他早就死了。我知道他死了。李晨强迫自己冷静，但为什么他的病历会出现在我手里？小林摇了摇头，语气带着些忌惮。这件事很久以前就传过，听说20年前有个病人被误判死亡，送进太平间的冰柜后活活被冻死了。后来就开始有人在太平间听到脚步声。李晨的手指微微收紧，活活被冻死。可问题是，小林顿了顿，声音压低了一些。这个病人张志明，他的尸体后来就不见了。尸体不见了。李晨的后背一阵发冷，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病历，感觉病历纸张上仿佛渗透着丝丝寒气。他抬起头，看向医院的方向。地下太平间的那扇门正虚掩着，像是在等待着他走进去。夜色如墨，医院的走廊静得诡异，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凌晨的医院总有种说不出的阴冷气息，特别是地下太平间的方向，温度低得异常，仿佛通向另一个世界。李晨站在电梯前，指尖在按键上顿了顿，最终还是按下了负1楼。叮，电梯门缓缓开启，他迈步走了进去。里面只有他一个人，但就在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，他的余光瞥见了什么，一只惨白的手从门外探了进来。他猛地转头，电梯门已经完全关闭，电梯里依旧只有他自己。是幻觉，还是？李晨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额头沁出细密的冷汗。电梯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，他盯着电子屏上的楼层数字，一下一下的跳动，仿佛每下降一层，身边的温度就降低几分。叮，负1楼到了。电梯门缓缓打开，迎面扑来一股冰冷的气流，带着隐隐的腐败气息，令人作呕。太平间的铁门就在走廊尽头，微微敞开，像是一只等待着猎物进入的黑色巨口。啪嗒啪嗒啪嗒，又是那个熟悉的脚步声。这次它不是来自身后，而是从太平间里传出来的。李晨深吸一口气，手指紧了紧手中的手电筒，迈步朝那扇铁门走去。走廊的灯光昏暗不明，墙上的影子被拉得极长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藏在阴影里，悄悄地窥视着他。他终于站在太平间门口，伸手轻轻推开那扇门，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。太平间内部的冰冷空气瞬间席卷而出，扑在皮肤上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臂。里面的灯光忽明忽暗，冰柜排成一列，死寂无声。李晨咽了咽口水，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可怕的传闻。他走进一排冰柜，手指划过上面的标签，都是一些死亡病历的编号，但04562024，他看见了那个编号，张志明的编号。他的手指颤抖着，缓缓拉开冰柜的门，里面空的。李晨的呼吸停滞了一瞬，他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然攥住。尸体不见了，那昨晚的那个影子究竟是？啪嗒啪嗒啪嗒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这次是在他的身后。李晨猛地转身，手电筒的光照向空荡荡的走廊，什么也没有。可就在他回头的瞬间，他的目光扫到了一样东西，一个泛黄的死亡证明，静静地躺在冰柜里，上面赫然写着李晨，死亡时间今天凌晨3点。李晨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，他的脸色瞬间惨白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拼命后退，心脏狂跳如雷。然而他的手刚触碰到冰柜门，耳边便响起了一道低沉而嘶哑的声音：医生，你是不是？
也填错了我的名字。李晨猛地抬头，那扇敞开的冰柜门里不再是空无一物，而是赫然躺着一具睁着眼睛的尸体。那尸体的脸正是昨晚走廊尽头的那个男人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他，嘴角诡异地翘起，一字一句的低语：我是不是也被误判了？砰！所有的冰柜门在这一刻同时弹开，无数双惨白的手从黑暗中伸出，扭曲的影子疯狂涌来。李晨疯狂地尖叫，眼前的世界在瞬间崩塌。而李晨猛然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还站在太平间的门口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刚才的景象仿佛从未发生过。他喘着粗气，心脏狂跳，手中的手电筒早已掉落在地，光束摇晃着，将他的影子投射到对面的墙上，变形扭曲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，他喃喃自语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他缓缓蹲下身，伸手去捡起手电筒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的余光扫到了墙上的反光面，那是一面镜子，可镜子里的自己却没有蹲下去。李晨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，他的瞳孔剧烈收缩，死死地盯着镜中的自己。他站在镜子里，微微歪着头，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弧度，眼神死死盯着他，仿佛一直在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一瞬间，李晨的脑海里闪过所有的诡异事件。昨晚诡异的脚步声，他到底是谁的？那份多年前的病历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手里？自己的死亡证明为什么上面写着今天凌晨3？冰柜里躺着的那具尸体，他问的那句你是不是也填错了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恐怖的念头从脑海深处浮现，让他的手指微微颤抖。如果我是那个被误判死亡的人呢？如果我已经死了呢？李晨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他猛地后退一步，可镜子里的他依旧站在原地，嘴角的笑意越发浓烈，仿佛在嘲弄他的恐惧。你是谁？李晨哑着嗓子问道。镜子里的他微微歪了歪头，慢慢抬起手指向了冰柜的方向。李晨僵住了，他缓缓转头，朝着那具空荡荡的冰柜走去，心跳声在耳边回响，手指颤抖着触碰到冰柜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，里面赫然躺着自己。他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嘴唇张了张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赫然变得苍白透明，指尖已经开始虚化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消失。所以我才是那个被误判死亡的人。他的脑海轰然炸裂，所有的画面在这一刻浮现。他昨晚听到的脚步声，不是他在靠近自己，而是他自己正在被现实逐渐抹去。病历是亡者的控诉，他拿到的病历04562024不只是张志明的编号，而是他自己的。死亡证明上，今天凌晨3点的时间，正是他真正被世界遗忘的时间。李晨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，他想呼救，想跑出这里，可是他的影子已经消失，身体越来越透明。镜子里的他忽然露出一个残忍的微笑，缓缓开口，李医生，你知道医院太平间最诡异的地方是什么吗？李晨睁大双眼，惊恐地盯着他。镜子里的他低声呢喃，误判。啪，镜子碎裂，太平间的灯光猛然熄灭，世界陷入无边的黑暗。几天后，护士小林在值班时偶然翻到了李晨的病历档案04562024，他的手指微微一颤，咦，这个编号好熟悉。他回忆了一下，心底莫名升起一丝寒意。他转身问旁边的资深医生，哎，你记不记得李晨呢？这几天没看到他了。资深医生愣了一下，皱起眉头，李晨，你在说什么？就是那个实习医生啊，最近一直值夜班的。医生的脸色忽然变得怪异，语气带着一丝困惑，小林，医院里没有叫李晨的医生啊。小林的瞳孔微微收缩，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意顺着脊椎爬上后颈。他猛地低头看向手中的病历档案，可是那编号的名字下面赫然写着张志明。病历的最后一行是疫情刺眼的死亡时间，2004年4月6日。啪，太平间的走廊灯光闪烁了一下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霉味。
小林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，他缓缓转头，看向地下室的方向。黑暗的走廊尽头，太平间的门依旧微微敞开，像是在等待着某个人回去。